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罗斯最先进的特幺4阿玛塔坦克终于投入了俄乌战场。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2023年4月25号报道，俄军开始在乌克兰战场对乌军使用最先进的特幺4阿玛塔坦克。看来德国的豹2和美国的埃布拉姆斯坦克的克星终于露面了。多年来，阿玛塔的大名在全世界的坦克制造业是如雷贯耳。它具备卓尔不群的性能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因为始终没有在战场上的实战中证明自己，有人认为阿玛塔只是用于展示的钢铁样品。俄对乌军事行动一开始，网络上就有人鼓噪说你们吹嘘的怪兽在哪里了？当时呢，阿玛塔车组正在俄罗斯南部的一个训练场开展战斗合练。最近呢，终于传来消息，阿玛塔向敌人开炮了，地点在顿涅茨克州的草原上的前线。俄罗斯的特72和特90性能很优异，但是对他们的升级呢是不能永无止境的，因此在2010年决定研制俄军未来的新一代主战坦克特幺4，由乌拉尔运输机械制造设计局和乌拉尔车辆厂公司负责这一个项目。这是俄罗斯的首款基于网络中心战的陆战火力平台，它以集群的方式作战，参与其中的各个平台通过统一的指挥系统来相互协同。这一作战集群呢，可能下面下辖的有自行火炮、直升机、坦克和步战车。特幺4的作用不仅仅是战士和指挥员，而且是侦察员、校射员。战斗的时候，坦克实时获取所有必要的数据信息，并发送给整个战术群。特幺4采用俄罗斯最先进的电子设备，其自动化水平呢，距离完全机器人化仅有一步之遥。集成在坦克中的控制系统、导航设备、目标搜索系统、武器系统和状态控制系统，通过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呢连接在一起，能够迅速的处理来自全身100多个传感器的海量信息。自动化降低了成员的负担，大大的提高了战斗的效能。特幺4披挂复合多层装甲，可以承受152毫米口径的反坦克导弹和125毫米有尾翼的次口径穿甲弹的打击。炮塔有双层装甲覆盖，主装甲呢采用新技术研制，不仅可以减轻坦克的重量，而且能够提高抗穿甲性。坦克内部经过特殊的处理成员处于装甲胶囊中，如果里面的战斗弹药的基数发生形爆，可以降低冲击波的打击。除了被动式的装甲防护，特幺4还采用主动防御和反应装甲两种防护方式。阿富加尼特主动防御系统可以拦截菲林坦克的炮弹和导弹，射向坦克的弹药在距离15到20米处被拦截。如果成员发现敌人使用激光束照射坦克，那专用的发射装置会释放烟幕，使敌方的反坦克导弹的导引头看不到坦克。而特幺4的炮塔自动的将防御最坚固的部分转向来袭的弹药的方向。孔雀石系统是安装在坦克上的主动的反应装甲模块，遭到敌人弹药打击的时候自动起爆将其摧毁。特幺4还有一项绝技是通过采用特殊的技术，敌人无法在红外和无线电频段对其进行精确的识别。特幺4的主炮是一门125毫米的滑膛炮，采用自动的装弹机，可以发射精确制导的炮弹，包括集能弹和沙爆弹，还有更强大的反装甲导弹。坦克呢也可以配备152毫米的火炮，这一方案虽然会减少炮弹的数量，但是可以增加打击的威力。152毫米的火炮能够发射射程超过10公里的导弹。特幺4还配备有12.7毫米的遥控高射机枪，毁伤空中目标的距离达到1.5公里。还有一挺与火炮一起的7.62毫米的并列机枪，用于歼灭敌人的步兵。特幺4的发动机的功率高达1600匹马力，采用自动变速箱，可以转入机械控制。耗油量每100公里大约是100升，道路行驶最快的速度达到每小时90公里，野外能够达到每小时70公里，能够跨越深度达5米的水障。阿玛塔特幺4性能优异，全重只有48吨，这一指标是优于西方所有坦克的。与经典的坦克相比，特幺4的第一个区别是成员与弹药是严格的分开。如果敌人的弹药命中普通的坦克，它会爆炸，成员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。而特幺4里的成员与弹药是采用坚固的装甲隔开，炮弹自动装填，
成员仅需按一下按钮，车长进行瞄准射击。特幺4出现在战场上呢，不仅是一个战斗单位，而且是网络中心坦克。它将监视战场的态势，将信息发送给特72或者特90。特幺4不仅拥有优异的战技性能，还将是陆战场上的态势感知中心和作战行动的协调中心。阿玛塔特幺4是不是像俄罗斯记者报道的这么优秀？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。